嗨，欢迎打开 Chris 的知识漂流瓶。今天我们要来聊一本蛮有意思的书，叫做《阿米星星的小孩》。你想象一下一个夏天的晚上，你在海边，突然有不明物体掉下来，然后还走出来一个小孩，说自己是外星人。这开场是不是就很吸引人？确实，这个开头就充满了奇幻色彩，对不对？那这次呢，我们不只是看看故事怎么开始的，我们更想探讨一下这个故事是谁写的，还有就是为什么他要用一个这么特别的序言来开场，感觉里面好像藏了些什么。对，没错。故事里主角叫佩德罗，就在海边遇到这个外星小孩，他就叫他阿米。然后阿米就跟佩德罗说：“你们人类相信太多不真实的事情了，真正简单的真理，像爱反而不信。”他还说，只要你真心相信你会飞，你就能飞起来。哇！结果佩德罗试了一下，还真的就是短暂的飞起来了。这个飞行的设计我觉得很有趣，它不只是一个奇幻的情节嘛，更像是一个隐喻，就是暗示说，你要打破自己的限制，要用你的想象力、你的信念。对对对。然后阿密不是还带佩德罗搭那个飞船吗？对，到处去看。看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，甚至还去了别的星球。所以这趟旅程，你看从一开始就点出来咯，重点可能不是那些外星科技什么的，而是关于视野的拓展，还有对爱的理解，还有活在当下。对，还有那个活在当下的智慧。那说到这本书的来源作者安利奎巴利沃斯，他的人生也蛮特别的。他是委内瑞拉人，从小就对生命的奥秘很有兴趣。然后有一个很关键的转捩点，就是他39岁那年，他遇到持刀抢劫。但是据说啦，那个歹徒靠近他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自己转身跑掉了，他完全没事，毫发无伤。哇，这段经历听起来真的很戏剧性耶。就在这次事件之后，他自己说，他感觉到了一个很深刻的体悟，就是觉得爱才是一切万物的本质。感受到的这个生命的真谛，分享出来。原来如此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爱这个主题就是贯穿了整本书嘛。所以作者是因为这个经历才写书的。但更有趣的是，他是怎么呈现这本书的，这个就要看他的序言了。对，那个序言的口气很特别，是一个自称小孩的人写的。他说他是因那个外星朋友阿米的要求才开始写的。这里的小孩的定义很关键哦。故事里面有解释，大人或老人指的不是年纪，而是那些跟生命的魔法失去连结的人。所以才会有那种说法，像是15岁的老人呢，200岁的小孩之类的。哇，这个定义很有趣。对呀，它本身就在挑战我们对什么是成熟、什么是智慧的那个既定看法。没错，而且序言里这个小孩还提到他说这本书对大人大概没什么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更容易相信外星人是很可怕的入侵者，反而不相信宇宙中可能有那种善意奇迹然后最妙的是结尾，阿米建议他要注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，是我编出来的故事。结果他也真的这样做了吗？对，他也真的就这么写上去了。这个免责声明的手法其实蛮好玩的，它像是在玩一个叙事的游戏。它不只区分了目标读者嘛，就是那些还保有童心、对未知还有很开放的人，更深一层是它在挑战我们去想，就是说，当某些很深刻的体验，特别是那种带点灵性色彩的领悟，很难被世俗证明的时候，对，用故事这个形式来包装，是不是一种能让它安全流传，同时也保护作者的方式？这就让我们直接去面对，相信这件事本身的主观性。这就很有意思了。作者经历了几乎是奇迹的事件，然后说他是受外星朋友拜托写了这个充满幻想情节的故事。
结果却在最开头告诉你，这只是个故事啦，我编的。对啊，所以这就留给你一个很有趣的思考点了。当一部作品，特别是像这样带有很深刻的灵性讯息的作品，它一开始就挑明了跟你说，这可能不是真的哦，那你会选择怎么去解读它呢？这种刻意制造出来的介于真实跟想象之间的模糊地带，会不会它本身就是作者希望引导我们去探索、去体会的一部分哦？值得好好想一想。好了，别忘了把这瓶知识飘向下一位朋友，咱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